一个元婴修者，能将我伤到这种程度，真是不容易。只可惜，你操控的是筑基期修者的肉身，不然还真是有点麻烦。到此为止吧。真是不错，你也不赖。你修行不凡，筑基期修身若神，金丹期修神若心，元婴期修心若气。故而这几层境界，都有明确的罩门弱点：头颈、心脉、丹田。而修至洞虚境，气走周身，罩门便归于虚无。我观你气息沉稳，罩门丝毫不显。怕是已经修到洞虚中品了吧？懂得不少。不止，我还知道，洞虚境中品之巅峰虽差一级，进阶却如跨越天堑。那是因为修炼后期，气中虚，而无门路可补。若为突破这一点，便有了罩门。到此为止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试问这苦身当何为？疾苦作悲，我无悔。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。与其共悲，向天谢罪。无限放接受，老子是我心愿，为这结尾。合作愉快。抓人！陆千桥，你是战鬼人对吗？让人干嘛呢？莫名其妙。这是酸角汤，特别酸，一丝甜味都没有。你尝不出味道来，对吗？你是战鬼人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在丛林谷时，你便不爱吃饭，整日只饮烈酒。都说战鬼人吃任何东西都是腐臭的味道，只有烈酒辣口才能消解一二。后来我听说了我那段被抹去的记忆，就去往了魏县，去了你的府邸。你所有的画作都是黑白水墨的，那是因为战鬼人根本就瞧不出颜色。凌迟之刑，千刀万剐，就连洞虚境的修者都会大伤根本，你却一点伤痕都没有，血肉愈合极快，这也是战鬼人的天赋。所以，你抹除我的记忆，是怕我察觉你的身份。
战鬼一族，生性嗜杀。当年为了建造天地，催熟剑木种子，你们残害万千百姓。若不是仙门和有狐族联手，这天下怕是已经由战鬼主宰了。那场大战也不过过去数十年，数十年啊！这片土地上的血腥味还未散去，我被先祖埋在地下的白骨还未凉透，这是种族之恨，灭族之仇。所以呢？你想我怎么做？数百城池，万千壮虎，战鬼过境，实不存疑。当年24仙门联手攻抗战鬼，半数倾覆。我新谢庄当年有弟子数十名，后来只剩下我一人。这种仇怨，你说我要怎么做？如今求你说话呀！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又想让我做什么？你希望我扭断你的脖颈，吞噬你的血肉，将你凌虐致死，还是想让我趴在地上，求你不要将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？我的确不想让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因为一旦说出，你我之间。就只能如此了。所以，你所说的大事，就是准备剥皮、削肉、剔骨、换血、换心，涅槃重生，转世为人吧？这法子知道的人很少，我恰巧在一本古书中看过，所以。你不想做战鬼人，想做人了。你们杀了那么多人，如今战败了，就要改头换面，遁入我族做人了，凭什么？我筑基修为，资质平平，陆前辈可能看不起我。但我这把弯刀，当年也是斩过战鬼的。对，战鬼人，恶贯满盈。你是仙门弟子，我是战鬼于你。你想杀我，理所应当。但你扪心自问，我可有害过你？我害过你吗？我所有的师兄，都死在你们战鬼人手里。所以你们是畜生！我不是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。好，那你就杀了我吧。下最拙劣的告别，喋喋不休的杀月。莫等燕朝那片薄雪，败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火海间缘何时才能唤醒？了却无手对。你如果不动手，那我就走了。回人间，这残局该由人来收灭。停一阵，
停一下！吴妈妈，这儿有个姑娘。长得端正，身段也好，带回去吧。是。事儿办得好，少不了你的赏。我的剑呢？外面那么热闹，咱俩只能在这守着门。我也想看看姚娘的舞姿。哎，行了，让你在这守着也不委屈。屋里那个小娘子身段可正了，我跟你说，吴妈妈可看重她。想等姚娘出楼之后，就捧她做新的花魁。你不想死就闭嘴。问你句话，打得好就饶你条狗命。说了只是问你句话的。还愣着干嘛？还办不办事？找不着姚娘了？公子有何事？等会儿姚娘上场，我该如何竞价？牡丹50两一朵，月季20两，其余的都是10两一朵。公子以银票换花，届时姑娘登场，看中了谁，便把花放在前面的篮子里。花的种类数量便代表出价多少。今日除了姚娘，还有别的姑娘也跳舞，公子有很多选择。来，100两固然很多了，但这个场合怕是拍不到。若是公子不愿凑这热闹，这100两足够找别人了。比如我就很愿意为公子跳舞，不要钱也行。来，多谢公子。我说啊，要是苏太乙知道他给你留的这些钱都这么用的，定会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。姚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都快开场了，你快去准备啊！啊！姚娘，你听我说，你还知道来？我还以为你怕了那老头的官威，不敢来见我。是，我当时确实是怕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怕了。我带你走，我们离开北乡，逃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谢谢。走。开始了，请玉娘上场。这哪一个是姚娘？你不知道，我自然也不知道啊。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要不，先挂上吧。
这个像啊。这个。2楼川字号陆公子，赏花500两，得玉娘入目相见，花前月下，赏母怡情。玉娘，这不是瑶娘啊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接着挂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认识我啊？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算了，不管认不认识，会喝酒吗？来，喝酒，来，喝。哎呦，不虚此行。是啊，今天晚上真是来值了。好，爽快，身段漂亮，敬你。瑶娘，你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？快跟我来，要登场了。来，接着喝。这陪我喝酒的姑娘呢？公子，还饮酒吗？不用了。公子怕不是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，怎么这么青涩？兄台，这艳福若是真浪费了，那可真得遭天谴啊！兄台，你要找的瑶娘来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在座的人可都是为了看瑶娘的，你们财大气粗的，我也争不过你们，倒不如啊，让你们先多派几个姑娘，消耗点银子。兄台，在这儿还用36计，玩的真脏。公子，不用了。这刚才陪我喝酒的姑娘，怎么上去跳舞了？不是瑶娘，糟了，瑶娘怕是跑了。
快去找！啊！我出5000两，买这位姑娘陪我喝酒。公子好眼光，我们姚娘啊，不仅舞跳得好，酒量那也是1等1的好啊。是他与周之心。风月之情，情比金坚，妙哉，妙哉啊！贤妹，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是战鬼人，但我从小在人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那场战争。虽然我也杀过人，但都是一些恶人。我在人族的军中服役过，当过芝麻小官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即便遇到任何的不公，我也从来没有滥杀无辜过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恨我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是战鬼人，是我族大敌。你骗过我，但你又救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抱歉啊。陆剑桥，你真的不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等天一亮，我们就换个地方落脚。陆千桥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清楚，再加上我要在北乡等我师妹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回中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须陀城青红教碧水分坛，我去过了，那个驼队老板我也见过了，还有魏县的宋大人。平安客栈的老板娘，再加上对上夏玄子的那一次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该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既不是仙门，也不属于人族，你活得久，见得多，那你公公正正的说一句。这种时候，我说什么都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不如不说。我反正不行，我不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词，更何况他们还是骗子，偷了灵迹山的秘籍，还偷我钱袋，还骗百姓的钱。还把一切罪责都归在仙门头上，自己倒摘了个干净。
你笑什么？你既然这样想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抓了他们，献给仙门？那路在脚下，道在心中，我还得再走走看。现在也没看清楚。不过你答应给他们的话还是得给，不能言而无信。当然了。那我们去哪儿取花？到了。啊，二位客官要点什么？笔墨纸砚都要。好嘞，劳您稍后。哎。你说的办法，不会就是自己画吧？对啊。你要造假？怎么能是造假呢？过来，嬷嬷。早些年我作画，大多喜欢锋利笔触，群山峻岭，涓涓河流。后来我离开了皇宫，这个身份就不能再用了，便改了画法，笔触大多圆润，落笔轻柔，多重黑白两色之间的阴暗对比。你在魏县所看到的那些画，都是我改了画法之后画的，虽然圆润，却是棱角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锋利笔触。不全先生，吴不全，是你？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身份？烽烟俱寂，天山共色，夕阳欲颓，残霞成起。我总算知道这四合书库的入场券，为何非你的画不可了。落日霞光，缺点颜色，岂不可惜？成了。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？把他们都吓着了。立场不同，自然少不了争论。其实我知道，你这么生气，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仙门，另一方面，其实你心里也隐隐认为，他们说的都是对的。我曾经在沙漠里看到过楼舟，那么大的船，没有水，除了飞。我想不到任何它会出现在北乡的理由，所以他们说的有对的地方，但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但其实，这并不是仙门好坏的问题，也不是人族好坏的问题。降祭让人族看到了机会，看到了一个可以拥有力量，不再依附他人的机会。可仙门一直以来为人族提供庇佑，自然需要他们的供养，所以仙门不允许人族脱离掌控，去到另外一条路上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是仙门和人族在争夺掌控这个世界的话语权。这样想的话，会不会舒服一些？不能，我觉得一切都有对错，是非善恶一定存在，只不过人们在用一些东西来粉饰它。可是现在的我，还是看不穿，想不通。从我入门起，我就想不通。你说，不
不让我们干预凡俗世界，那还让我们修炼一身本事有什么用？在崇灵谷的时候，我就想不通，仙门和人族为何会闹到那般地步。现在的事，我更是想不通。就像你说的，不如我们再等等看，往前走，时间会给你答案的。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画堂的师傅总会将人生比作画卷，他们描绘人生的词语大多都是五颜六色或者五彩斑斓。我因为看不清颜色，所以一直未能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可你的水墨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不仅想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还想享受这个世界。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像这幅画一样残缺，我希望它有温度，有色彩。我想像一个凡人一样，好好的活一次。我不想再嗜血狂躁，我要知礼仪，明善恶。我想要看到这世间的万千色彩，我也想拥有与这世界相通的一切感受，哪怕是痛，是伤，是怨，是哀。我还想尝出味道，我想将这人间美味一一尝遍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想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听千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听千刀的疼痛来为我。时隔这么多年，这幅画终于完成了。你的人生也会逐渐完整的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败火。那可是不全先生的画呀！你们陪我的画，抓住他们！走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你小心点儿，这么俊俏的两张脸，要是砸花了，岂不可惜？还真是生得一副好皮囊，要不是父亲让我杀你，我还真舍不得下手呢。父亲，你跟夏玄子是什么关系？敢直呼父亲名讳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便好，这块难啃的骨头，就让小弟来尝尝鲜。
老瘸子，看戏呢。